糖糖，你不要沮丧了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没错，糖糖，没想到你竟然带伤出战，还能跳得这么好，我真佩服你。要不，让义工再看看？不用了，就这点小伤。谢谢。是我对不起大家，没能赢得比赛，让你们失望了。哎呀，好了，糖糖，这不是还有我呢吗？你看厨艺比赛那天，我大杀四方，我给你报仇。那也是你赢的，又不是我赢的。我赢的为什么不是你赢的？这是咱们上艺馆的荣誉，也是我们大玉的荣耀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。原来你是这个意思。蝶衣，你的菜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我呢，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，你们就等着瞧吧。你们这边准备的怎么样了？蝶衣，你看一下，很新鲜。这是今天早上我跟独孤一起摘的。怪不得，看看这个，这个粘稠度就正好了。不过，我们为什么要用槐树枝来和面？用槐树枝和出来的面，会有一股清香，而且有清肝泻火、凉血解毒的功效，这样就万事俱备啊！独孤，来，再加一点。对了，还有唐九华，我赶紧做几个菜给他送过去。来，吃一点吧。哎，蝶衣，我受伤了，吃不了。好吧。哎，你不是腿伤了吗？手又没伤。哎呦，我这样轻轻动一下就，好痛啊，腰微微啊。哎呦，好痛啊！那就不要吃了吧。哎，我错了。自己吃。哇，好吃哎！那就多吃一点。那个鸡蛋也好吃。助教，杨助教，这些就是你为厨艺比赛准备的食材吗？杨助教又有何赐教？沈学子倒是不用如此紧张。我也是大玉子民，当然希望上艺馆代表大玉能获得比赛的胜利。是吗？不过你真的天真的以为，以你这些菜品，就能取得与东国比赛的胜利吗？我来告诉你，东国美食最具创意，学自我国的愉快，经他们的创新，就变化了38种之多。所以，你可不要轻敌啊！竟有这么多，看来是我小看他们了。我原本以为，愉快重要的是食材和刀工。记住了，知己知彼，才能百战百胜。我明白了，我会好好琢磨的。骄兵必败，一定要用心准备啊！
哇，蝶衣啊，你这些菜品看起来色香味俱佳，明日你只要当场烹饪出来，一定可以赢过那个什么东国派来的遣御使。不过我很好奇，你什么时候手艺变得这么好了？唉，好什么好呀？这离杨助教说的还差得远着呢。我原本的梦想就是当一名厨师，这不是要帮自己查身世吗？只能先留在上驿馆，现在还背负着大狱的荣誉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实现我的梦想。蝶衣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都觉得我不认识他了。另外啊，这个根据子安说的，除了色香味俱佳以外，还需要一个别具一格的名字。比如说这个槐叶冷桃，我已经按照古籍说的方法将它做了出来，但是又不能直接跟裁判说。哎，糖糖，你不是喜欢雅致的东西吗？要不你帮我起个名字？糖糖。哦，名字，什么名字？我刚跟你说的，你都没听见啊！子安说，每个菜不仅要色香味俱佳，还需要有一个雅致的名字。蝶衣，你是这么在乎杨子安说的话吗？我这不是为了比赛赢吗？对，都是为了比赛嘛。反正我也不会取名字，你还是去请教杨子安吧。不是，糖糖，你怎么奇奇怪怪的啊？你说我无礼，无礼的是你吧？给我放手！你，嗨，不用担心，你们不都说我做的菜好吃吗？看来，蝶衣为了这次的比赛，确实下了一番苦心。蝶衣，心远，你怎么起这么早？今日不是你比赛吗？听说你在发愁给菜取名字，所以我过来看看，看能不能帮到你什么。心远，还是你够意思，那几个肯定还在呼呼大睡呢，正好你可以帮我参谋一下呀。好啊，说来听听。像槐叶冷桃和田鸡桂花羹这种的，我还没有想到合适的名字。不过我平时自己爱做的拿手菜，我倒是想到了几个，你帮我听听看，这种取名方式可不可取？好，说。君问归期未有期，红烧茄子油焖鸡。一树梨花压海棠，青椒干煸溜肥肠。哎呦，我就知道肯定不行。不过这比赛在即，我一点合适的都没。这是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。这是子安的笔记。子安的，我知道了。这槐叶冷桃上面碧绿的面，就像是一片碧绿的草原；这若隐若现的白豆腐，就像草原上若隐若现的牛羊。这不就是槐叶冷桃最绝佳的菜名吗？盈盈一水间，脉脉不得语。用牛郎织女来配置田鸡桂花羹，真是绝妙啊！傻蝶衣，子安说的盈盈一水间，脉脉不得语，恐怕不止在说隔着天河不能互表心意的牛郎织女，他是在对你说。这个也妙极了，我想一晚上都没想出来，不愧是子安，这样就解决了，是不是心远？
今日第2项比赛，烹饪厨艺，有参赛2人在规定的时间内，现场制作出代表本国的美食。裁判根据色香味美综合评定打分，分数高者为获胜。现在我宣布比赛开始。我大峪美食文化博大精深，短短的比赛时间无法尽展我大峪的美食。食有5味，酸甜苦辣咸，5味的实质是5经，是5脏所藏，所以这5味也需要相互平衡。我今日参赛的作品，就是各代表1味的5道菜。今日我所做的，是我国最崇尚的美食——生鱼块。任何的煎炒烹炸都会破坏食物最本真的味道。真正的上乘美食是不经过任何的烹调，最自然本真的滋味。第1道是由田鸡和桂花熬制成的汤羹，取名为“盈盈一水间，脉脉不得语”。汤羹味甘，长期食用可以健脾生津。第2道是将槐叶榨成汁，和入面中，配上豆腐和芹菜，白绿相间。故此应和天苍苍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之意境。尝之味苦，可以泻火护心。真是无声息下飞碎雪。东国选手生鱼块的刀法的确精妙。东国生鱼块之法本出自我大峪，如今却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。唉。第3道，光明炙虾，点燃海草，将活虾熏制得晶莹剔透。因食材和燃料都是出自于大海，所以取名为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食用的时候配以芥末，味辛，可以宣肺祛寒。第4道，葱醋鸡，配以贵妃红，取名为凤凰台上凤凰游，凤去台空江自流，可明目补肝。第5道是将羊骨髓和鹿肉灌入牛肠烹饪而成，配上美酒，咸中带香，可以滋阴补肾，取名为烹羊宰牛且为乐，会须一饮300杯。你前面的名字还算有些意思，不过后面那句，未免过于直白无味了吧？素来听闻大峪人才济济，看来也不过如此嘛。我大峪地广物博，食材丰富，可能让东国来的使者有些看花了眼。正所谓自古圣贤皆寂寞，唯有饮者留其名。如果说东国来的使者无法参透我这大峪的美食，那么也可以品尝一下我作为配菜的小酒，也让我们尽了地主之谊，不至于让别人家笑话。你，蝶衣说得好。如此优雅的菜名，恐怕不是一一想出来的吧？蝶衣这么聪明，想出这样的菜名也不奇怪。哼。时辰到，请上菜。今日我做的菜品有鲈鱼块、鲨鱼块、水母块、3珍块、红丝水晶块。鱼块切下后必须尽快食用，不然就失去了鲜味。再加上我特制的调味蘸料，请诸位品尝。请裁判品尝。经过3位裁判的一致判定，
上一馆的菜品色香味美，且颇具诗雅风韵，独具一格。东国的菜品返璞归真，刀工创意，想象非凡，独树一帜。此次烹饪比赛平局。平局？烹饪比赛只会做生鱼，如此简单还平局，不公！不公！就是裁判有失偏颇。我们比的是厨艺，而厨艺靠的是色香味，而色当然是靠刀工和想象力。要是我说嘛，不应该是平局，应该是我东国获胜才对。裁判，学生有几句话，不知当不当讲？你说。学生认为裁判的判罚有几点做得不妥。其一，厨艺比赛的规则是制作本国的特色美食，而这生鱼块却是由我大玉传至东国，如何代表你本国的特色？其二，色香味俱全。我虽离得尚远，不敢确认，但东国这位厨师做的恐怕没有香吧？的确，生鱼片闻起来并没有什么味道。其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东国使者做的生鱼块采用的是巴鱼、鲨鱼，都是此时节正在产卵的鱼。虽说这两种鱼在产卵时期肉质最为鲜美，但在此时捕杀，不仅有违人和，更是破坏了鱼类的繁衍和平衡。孟子云：“不为农时，谷不可胜食也；促谷不入乌池，鱼鳖不可胜食也；斧斤以石入山林，材木不可胜用也。”我大玉自建朝以来，就设定了每年2个月的禁渔期，为的就是保护鱼类的平衡和繁衍。此次厨艺比赛，比的不仅仅是味觉上的优胜，更比的是厨师心中对美食的理解。因此，我认为这场比赛应该是我大玉获胜，请裁判秉公判决。请稍等。诸位，经过3位裁判的再次商议，得出最后结论：现在是禁渔期，鱼类产卵纯属于只顾当前，不顾以后。上一馆的菜品从寓意上和功效上都略胜东国一筹，所以我宣布此次厨艺比赛上一馆胜。3日之后将进行算学比赛。爷爷，你太棒了！众望所归啊！朕听说上一馆厨艺比赛胜了。回陛下，沈蝶衣学子靠着5味菜为上一馆赢得了比赛。5味菜？是的，5味对应酸甜苦辣咸，又用这5种味道对应人的5脏之气，也算是有点药膳的味道。巧思，没想到沈蝶衣不仅策论出众，想法也是独特。那下场比赛是3日后的算学？回陛下，3日后由2皇子代表上一馆与遣御史比赛算学。心远皇儿正是2皇子殿下。之前殿下隐身化名李心远，在上一馆学习，如今学有所成，代表我大玉与东国比赛，实乃我大玉之福。希望此次能替我大玉赢得这次的比赛啊！那陛下届时是否打算移驾上一馆观战？届时再说吧。是。爷爷，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赢的。东国他们做的菜简直就是不行。哎，糖糖，还得多亏了子安。话可不能这么说，若是你做的不好的话，他说的再多又有什么用啊？哎，依依啊，你确定这些都是你想的吗？我哪有那么好的文采啊！哎呀，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蝶衣，你什么时候也给我们做一手？糖糖，你怎么就想着吃呢？这件事我还没好好谢谢子安呢。子安，谢谢你啊。取个名字而已，不过是锦上添花。蝶衣，其实你有困难的话，也可以找我。我们啊，好了，先不说我了，
等咱们上一馆大胜之后，我做一顿好吃的，好好犒劳犒劳大家，怎么样？好啊，好啊。谢远，马上可就是算学比赛，准备的怎么样了？现在比赛1胜1负，算学比赛极为重要。放心吧，我一定拼尽全力。相信你，肯定没问题。太子殿下，虽然上一馆的比赛成绩是1胜1负，不起眼算个平局，但接下来二皇子参加的算学比赛可一定会赢。哎呀，那是自然，我大玉怎么可能会输给东国那种藩邦小国啊？陛下对这次比赛可非常关注，听说沈蝶衣获胜后，陛下称赞他巧思。哎，不过就是个学子，能翻起什么浪来啊？臣是担心，陛下会亲自去看这场算学比赛。去就去，那我也去。哎，这宁襄怎么还没来啊？现在上一馆五子的名声已经传遍了长安，如果这次二皇子再赢了算学比赛，陛下恐怕对他更器重。对呀，韩公，你说的有道理。那依你之见，让他无法参加比赛。你要杀了他？不，那风险太大，让他受点小伤，参加不了比赛便是。那就靠韩公了。殿下，二皇子参加不了比赛，上一馆就肯定输。那么太子殿下就可以卖东国使节一个人情了。好，那这一切就都交给韩公办了。我这就去办。小柔，赶紧把药吃了，不然你会有生命危险。新远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刚才有门面人刺杀我，幸亏独孤救了我。独孤呢？我那边走了。走，去看看。走，慢点，慢点。独孤，独孤，独孤，刺客呢？走了。新远，这蒙面人为何要来刺杀你啊？为了明天的比赛。原来是为了明天的比赛来刺杀我。独孤，他受伤了，快叫义工！快扶独孤回去，我去叫义工。义工，诊治的如何？伤口虽深，但未伤及要害，我已经包扎好了。记得每天换药，不要把伤口挣开就好。这伤口有中毒的迹象，奇怪的是，独孤学子他并未有中毒的反应啊。天色已晚，既然独孤学子伤口已经处理完毕，就请义工先回去吧。好，劳烦义工了。
这么严重的伤，这个黑衣人下手也太狠了吧！独孤，都是因为我，你才受这么严重的伤。如果没有你，说不定我已经死了。我欠你一条命。严重了。独孤，你可有看到黑衣人去哪儿了？逃了。那你可有什么发现没有？第一，独孤今天伤得这么重，天色也这么晚了，下次再问吧。对啊，都这么晚了，心远，你明天还有比赛，要不你先回去，独孤这里我来照顾。对啊，半仙儿，独孤帮你挡了一剑，你若明日不好好表现的话，可真的对不起他了。好，那我先回去。独孤，今日之恩，我铭记于心。哎，糖糖，要不你也先回去吧。我回去，那你呢？我留下来照顾独孤。你留下来？嗯，还是我留下来吧。你留下来又不方便。我有什么不方便的？哎呀，糖糖，我们先回去吧。第一，独孤就辛苦你了。嗯。独孤，请你相信我们。糖糖，走吧。哎，第一，要不我还是留下来陪你吧。你伤还没有好，还有你话这么多，独孤会烦你的。快走吧。子安，你帮我送送。那你自己注意啊。嗯，你回去吧。你也早些休息。没事啊，我还不累。我看你肩膀这么酸，我帮你揉揉吧。我肩膀无碍。一个人扛着这么多东西，怎么会不累啊？独孤，你说我们是一辈子的知己，无论你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会站在你这边的。所以说呢，如果你愿意卸下那么一点点的重量给我的话，你别看我瘦，我还能扛。依依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我从小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，出生在边疆。我被一个将军收养，在军队中长大，没有什么朋友，只知道有一天，我姨父收养了另一个孤儿，她是一个小女孩，她的名字叫做……哎，独孤，你看这朵花好不好看？小柔真好看。战乱之时，我姨父收养了我，为的就是有一天能报效大禹。可是，到喽！哎，哥哥，我想吃冰糖葫芦。好，你要哪个？在这儿等着，哥哥你去买。这个哈。哎，老板要个冰糖葫芦。哥哥，看哪一个？这个。来这个。